在最近，火力军突然想起来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二战时期，乌克兰是苏军和德军战斗的主战场之一。德军在此开展了对苏军包围的基辅战役，苏军也在44年通过冬季和春季2次攻势，在被统称为乌克兰战役的大背景下，将德军赶出了乌克兰。在这些战役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双方大兵团对冲的作战形势来说，装甲部队是毫无疑问的矛头，而双方的相持阶段也不像今天的俄乌战争一样低烈度且漫长。那当我们抛开当下的俄乌战争中乌军和俄军相对的训练素质、武器装备和战斗意志，我们单从军事地形学上来分析，究竟是怎样的地理环境才能导致如今漫长的相持？在详细分析战场地形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乌克兰的地理情况究竟是怎样的。首先，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属东欧平原，西部卡尔巴阡山脉的戈维尔拉山海拔2061米，为全乌克兰最高点。南部有克里米亚山脉罗曼克什山，东北为中俄罗斯高地的一部分，东南有亚速海近岸丘陵和顿涅茨林。从这个地形中我们能发现，在乌克兰的东部，尤其和俄罗斯接壤的地方，地形较为平坦，按古兵书中常见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无险可守。而对于乌克兰来说，想要迟滞、拖延甚至守住大规模装甲部队的突击，能依靠的唯有其境内的河流，也就是据河而守。恰好乌克兰境内有一条纵贯全境的河流，那就是古老而悠久的第聂伯河。第聂伯河将乌克兰领土分成了东西两部分，而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河上，所以我们能看见，即使在情况不容乐观的南部战线上，乌军依托于第聂伯河，也有力地迟滞了俄军的进攻，从而使得两军形成了隔河相望的局面。而俄军由于在南部缺乏压倒性的火力遮断，所以其渡河行动往往会被乌军火力骚扰，造成严重的装备损失。所以一来二去，俄军也就放弃渡河，和乌军隔河相望了。除了河流之外，乌克兰的气象条件也是一个阻碍军事部署的重大要素。比如说，如果一国气象特点是多雨，那么它的非铺装路面和田野应当长时间湿润而泥泞；如果一国气象特点是降水少且气温高，那么部队就要做好面对沙地的准备。那乌克兰的气象条件又如何呢？即使对乌克兰气候没有什么深入了解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乌克兰在国际上是一个重要的粮食出口国。从这一点表象也就意味着，乌克兰不仅土地肥沃，其气象条件也应该相当温和。这主要是因为乌克兰绝大多数地域处在北温带，气候以暖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导，其晴朗天气状况出现的最低频率是在冬天，约为 30% 左右，最高概率则是在夏天，约为 90%。从这一点我们能发现，乌克兰的土地在大部分时候应该是相当坚固，且有利于装甲集群突击的。那为什么俄军没能冲起来呢？这还要归功于乌克兰漫长的冬天。我们都知道，在二战时期，苏德战场上，苏军就是依靠东将军迟滞了德军的进攻，并且依靠着2个冬天得来的宝贵喘息时间，最终反败为胜的。而时间追溯到沙皇时期，沙俄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击败了一度打进莫斯科的拿破仑所领导的法军的。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纬度较高，所以其气温只在6、7、8月份较为暖和，而其他时间则非常寒冷。以基辅地区为例，其降雪将在10月份左右到来，其峰值最高可以达到120毫米。而对比之下，其夏季降雨量峰值约为65毫米左右。这就导致了一旦进入漫长的冬季，降雪将限制重装甲单位的行动，而等到了开春，厚厚的积雪将全部化水。这种情况将会导致一种被称为翻江地的自然灾害情况的出现。它指翻江是指春融时期由于土基强度急剧降低，在行车作用下，路面表面出现不均匀起伏、弹簧或破裂冒浆等现象。等到表面一层根本不能受力的硬土被重型单位刨开之后，剩下的就将是无穷无尽的烂泥坑，这将直接阻碍重型装甲部队的前进。等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降雪融水被蒸发，地表才会坚硬到足够装甲部队发起进攻。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乌军大反攻一定要放在夏季的原因。
因为乌克兰能发起进攻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最多也就是在夏季气温升高之后，到秋季降雪之前这短短3-4个月左右。所以实际上俄军知道这一点，乌军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也能看见双方都会集中在这个时间段发起进攻，而战斗的烈度也会在这个时候直线上升。说完了气象条件，我们可以再聊聊关于在气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地面单位依然存在进攻困难的问题。虽然乍一看乌克兰平原适合装甲突击，但是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第一点在于乌克兰在苏联时期高速发展，其公路交通网相当发达。虽然这种发达的公路交通网让俄军曾经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便利，比如在开战当日，欧吉群就沿着195公路试图通过布罗伐利直取基辅。虽然从战略目标来看，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甚至在进攻计划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从战术角度来看，欧吉群的先头部队被乌军轻步兵节节阻击，并不只是单位练度低下的原因。通过卫星地图我们能发现，195公路并不是在平原地区视野开阔的那种公路，反倒是在扎利斯西亚附近有着相当茂密的林区。乌克兰步兵单位在这些林区中对欧吉群的行军纵队进行伏击，简直是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多情况下，乌军直到开火，俄军才能发现自己被伏击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能引申出一些显而易见的战术上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装甲单位的矛头在乌克兰无法横冲直撞。我们可以先从卫星地图上看一下乌克兰总体的人员分布情况。从图上不难发现，乌克兰的城镇形态并非特别集中，而是相当地广人稀。在广袤的土地上，乌克兰以农庄为形式，发展出来了一个一个以耕地为目标所设置的小型城镇，而在耕地尽头则是未开垦的林木所组成的树林，同时由公路或者干脆就是土路将这些城镇通连起来。所以从战术防御的设置上来讲，耕地尽头的林木线在这里设置防御阵地是最佳的选择，而林木线所面对的广袤耕地由于毫无掩体，所以将会是最佳的火力杀伤区。所以这个情况简单来说，像是盟军在科唐坦半岛所遇到的法国树篱的放大版，即一块一块的平坦土地都将会是最佳的杀伤区，而进攻方则完全无法下注哪个方向的树林中有敌人的防御部队。如果各位玩过战争游戏红龙或者是断剑这种部队在树林中有着防御加成的 RTS 游戏，就更能理解火力军在说什么。所以俄军所面临的困境也在于此。在一场典型的防御作战中，乌军往往会依托城镇边缘作为指挥部，避免俄军炮火定位打击的同时，将自己下属的部队撤出去，以班或者排位单位在田野中的林木线一处设置防御阵地，同时确保阵地与阵地之间有着交叉火力的覆盖。所以在冲击时，俄军的坦克和步战车往往会面临多个方向的重型反坦克火力，比如 TOW 标枪和 NLAW 等。而由于视野开阔，俄军在进攻时往往避无可避。乌军的无人机不仅可以提前发现并为防守部队预警俄军的进攻，使用无人机作为观察手段的乌军炮兵单位也可以对俄军的进攻部队进行精确定位，并且主动召唤火炮对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样的防守并不是无懈可击，因为在乌克兰东部的广袤原野上，可以用来掩护自身的林木线并不密集。俄军如果想要在某个方向上实现突破，直接威胁到防御阵地后的乌军指挥所，只需要使用无人机侦察，确认乌军防御阵地具体信息之后，再召唤精确火力，将其大部分摧毁之后，坦克和步战车便能安全地掩护步兵进攻。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在这儿，那就是俄军并不能这么做。不仅其152毫米火炮的高爆弹缺少破片以及精度不佳，就连带领步兵发起进攻的装甲单位都捉襟见肘，所以火力军更愿意称俄乌战场为反坦克火力压倒性大于坦克的一种特殊形态。乌军的颠覆之处在于，其步兵不仅拥有传统意义上的无法快速机动的反坦克武器，比如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等，他们也有可以机动的反坦克武器，那就是自杀式 FPV 无人机。他们可以辅助步兵单位控制不能被传统反坦克导弹火力所覆盖的地方，扩展步兵单位的防御范围。
这也让更传统的，比如装甲部队依靠机动优势发起侧袭，或者是通过滚动式进攻来获取防御薄弱区等战术无从开展。因为 FPV 可以控制比反坦克导弹更广阔的地域，也就意味着杀伤区无处不在。那既然俄军的装甲部队无法动态冲击乌军防线，为什么乌军还会节节败退呢？这是因为在防御作战中有一个关键的点，那就是防线上的火力分配。当你的防线上的火力和敌人进攻端的火力相等时，那么守住防线就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火力天平倾向于进攻方，则阵地就会岌岌可危。俄军在这2年的进攻中，实际上已经研究出了针对于乌克兰地形的进攻方法。首先还是依托于古老的侧袭战术，并不急于去正面冲击乌军已经在临线设置好的防御阵地，而是依托于部队的机动性，尝试从侧面试探乌军防线弱点，从而通过包小饺子的方式让两翼的包围成型，从而逼迫乌军主动撤出防御阵地，以免被全歼。当然，侧袭并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完成的。在俄军尝试侧袭期间，持续的炮火和空袭将会把乌军持续性定在阵地上。同时，俄军也会派出雇佣兵和征召兵炮灰，从正面佯攻乌军阵地，迫使乌军炮火不能将注意力放在侧袭的部队上。这实际上是一招明谋。由于乌军的兵力不足，所以一个防御阵地几条战壕中往往只有10几人，而俄军的佯攻则会一次性派出几十名炮灰。即使考虑乌军处在战壕中有防御优势，但是10几条枪和几十条枪孰强孰弱，各位心中应该有数。这时，为了保证正面阵地不丢失，乌军就会召唤远程炮火支援，而一旦远程火炮开火，就意味着火力支援单位的注意力已经被转移。那么俄军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装甲单位的机动优势，尝试侧袭乌军。这胜负实际上并不难猜，也就是最传统的数量对比的问题，而数量和火力都不如俄军，才是乌军目前防守端最难办的事情。但是可以预见的是，俄军在进攻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因为在这些进攻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正面炮灰的佯攻，也就意味着俄军争夺的每一寸土地所付出的人力代价都要比乌军高昂。而等人力清空之后，俄军能否延续今年年初对缺枪少弹的乌军的大捷，那还是一件需要前线士兵们用生命来证明的事情。近日，在卡达首都展开的多哈国际海洋防卫展览与会议中，同属于 KNDS 集团中的2大产品全狮和 VBCI 装甲车同场竞技，意图竞争卡达陆军规划的8轮装甲车订单。1998年，法、德、英协议共同开发新型轮型装甲车，但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如同欧洲战机开发过程一样，法国中途退出，自行推出了 VBCI 装甲车。后来英国也在2003年退出，最后还是德国扛住压力，同荷兰共同开发完成命名为全狮装甲车，德国单独将其称为 GTK。 2020年英国后悔了，又与德荷签署合约，再次加入全狮装甲车量产计划，只是换了一个称呼叫 MRAV。 那么全狮和 VBCI 谁能获得卡达陆军的订单呢？全狮装甲车备选世界第一装甲车，拥有出色的模块化和人性化设计。先说模块化设计，其和史崔克装甲车还不一样。美国的史崔克着重改造武器系统，而全狮不仅可以根据任务需求配备了多种武器配置，后车厢也能搭载不同任务模块，相当于给你一个车架，你自己往上面安组件。如基本型装甲运兵车，德国的 APC 配备了 KMW 公司研发的1530型旋转炮座，配备一挺40毫米榴弹机枪，规划加装 EADS 与 KWM 合作的 MUSS 主动式软沙防系统。荷兰的 APC 则使用一具 SEALS 无人遥控武器站，一挺 12.7 毫米机枪与红外线热成像观测仪。而除了装甲运兵车外，全狮还可变装为指挥车、修理车、物资运输车、救护车、步兵战车等数十种车型，将模块化应用到了极点。同时全狮的装甲搭配亦是如此，车体由高硬度钢板制造，前方倾斜角度极大，使用复合装甲，避弹性颇佳，并可额外加装模块化装甲。通常全狮的战斗权重约为30吨，其车体能抵挡俄制 14.5 毫米重机枪的攻击，顶部则装有陶瓷装甲板，以对抗攻顶导弹。
全尸的底盘拥有多层间隙式装甲，足以应对地雷的爆炸。值得注意的是，复合装甲是以螺栓固定在车体上，有利更换受损装甲模组或更换更先进装甲模组。相对于全尸的模块化，人性化设计才是火力军最为惊叹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欧洲武器要比俄系装备更注重人性化，而全尸则扩大了这方面优势，不仅强化了悬挂系统的减震，车内进行了降噪设计，还对成员座椅进行了人机工程学设计，并采用皮质坐垫和靠背，使成员拥有了一个相对安静平稳、舒适宽阔的乘坐环境，而不像俄制战车那样会对成员的身高有严格的限制。更夸张的是，你有见过为成员配备厕所的装甲车吗？全尸就做到了。凭借出色的模块化和人性化设计，全尸实现了多用途的设计目标，且保证了成员能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中保存体力。在机动性上，全尸使用一具 MTU8V 199 T120 柴油机，搭配爱迪森自动变速箱，最大输出功率高达720马力，最大路速达103公里每小时，续航高达1050公里，配备先进的全向独立悬挂系统，前二对为转向轮，其中任意对转向轮的失效并不会影响另一对转向轮的运作，中央胎压控制系统则可助其适应不同的路面。与之相比， VBCI 又有什么特色呢？ VBCI 战车是法国模块化装甲车项目的产物，一是为了替代老旧的 AMX10P， 二是给勒克莱尔找新的搭档。与全尸相比，虽然也是模块化设计，但主要构型只有步兵战车和指挥车，所以没那么多武器配置。像火力最强者 VCI 搭载的仅是25毫米 M811 机炮的 Dragger 单人炮塔，由外部电力驱动，有125和400发每分钟两种射速模式，搭配脱壳穿甲弹时可精准命中 1.5 公里外目标，威力可在1公里外贯穿80毫米军制装甲，摧毁 BMP2 不成问题。其还搭配有强大的火控系统，可实施机动射击，双弹带供给系统，也使炮手一键切换高炮弹或穿甲弹，比 AMX10P 上搭载20毫米机炮的塔尔坎2双人炮塔更为优异。此外，在 M811 机炮的右侧还安装有一挺 7.62 毫米同轴机枪，作为备用火力，备弹200发。在装甲防护上， VBCI 注重抗地雷防护，一是底盘底部采箱型设计，中间容纳传动系统，不仅保护传动系统，也能在地雷引爆时发挥吸收冲击的效果。二是底盘采用铝合金和焊接钢板组合，内层有可吸收破片的内衬设计，达到 STAN-AG-LV3 的防护标准，可以抵挡30米外 7.62 毫米穿甲弹，在外挂钛合金附加装甲后能达到 LV4 的标准，足以抵挡200米外 14.5 毫米穿甲弹，或30米外155毫米榴弹破片，或10公斤的反战车地雷。全车防御性能良好，一般都是视战场情况加挂装甲，不似 AMX10P 那般只有简陋的铝合金装甲防护，且无抗雷设计。在机动性上的表现， VBCI 的全重高达 25.6 公吨，在使用一具550匹马力的雷诺柴油发动机搭配自动变速箱的情况下，最高路速可达时速100公里，续航达750公里，并与履带车辆相同，具有爬坡60度、倾斜30度的能力。为了提高舒适性、生存性和越野性， VBCI 与全尸一样，都使用独立液压悬吊系统，前两对为转向轮，回旋半径为17米，即便单边悬吊遭到破坏，也不会影响另一边运作。8颗轮胎也都由中央胎压控制系统调整胎压，可以克服大部分不良地形，具备良好机动性。这优秀的性能也使卡达陆军在2017年向法国 Nexter 公司发出采购了490辆 VBCI 的意向书，但始终没有正式决定。这不，在这次的多哈国际海洋防卫展览与会议中， KNDS UK 就瞅准机会展出了一辆以英国和卡达国旗涂装样式的全尸装甲车，试图争夺卡达陆军的这个大单。只是目前卡达政府尚未针对轮型装甲车采购案发表任何说明，所以 KNDS 的内战估计要等到最后决定后才会落幕。但若是让火力军选，性能差距不大，自然要选择更人性化的全尸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中和大家讨论。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